高考前我遇到一个乞丐，他红着眼睛说自己是20年后的我，对此我满脸不屑，转身就走。可乞丐却追上来抓住我的胳膊。听我说完，7天后的高考，你会因为帮柳明远作弊被抓，取消考试资格。柳明远那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。柳明远会在理综考试时假装晕倒，让你帮他抄答案，监考老师会当场抓住你。这件事毁了你一生。我甩开他的手，神经病。柳明远虽然成绩不好，但不至于让我帮他作弊。况且我怎么可能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？男人见我不信，从怀里掏出一张泛黄的准考证，上面的照片、姓名、考号、考点都对得上。更诡异的是，准考证右下角有个墨水印记，那是我昨天不小心递上去的。我愣住了。我没多少时间。男人的身影开始变得透明。记住，不要相信柳明远，他已经被人收买了。被谁收买？为什么？你的高考成绩会创造市状元记录，有人不想看到这个结果。还有考完后去买彩票，号码是……话没说完，他就彻底消失了，只留下那张准考证，证明这不是幻觉。我握着准考证，手心全是汗，是状元。我成绩是不错，但也没好到那个程度吧。手机响了，是柳明远。江北在哪儿呢？出来撸串。以前听到这种邀请，我会毫不犹豫答应，但现在不了，我还要复习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你最近怎么老是拒绝我？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没有，就是想好好准备高考。行吧，那高考加油。挂断电话，我心里七上八下。柳明远的语气听起来很正常，但未来的我为什么要特意警告？回到家，妈妈正在厨房忙活。小北回来了，今天复习的怎么样？还行，我心不在焉。爸爸从书房出来。儿子，爸妈不给你压力，正常发挥就好。看着父母期待又小心翼翼的眼神，我突然明白了什么。如果我真的因为作弊被取消资格，他们该有多失望。晚饭后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桌上摊开的是物理试卷，可我一个字都看不进去。未来的我说有人要害我，可谁会这么做？我只是个普通高中生，成绩好点而已，能碍着谁？这时手机响了，是班主任王老师。江北，明天来一趟办公室，有个好消息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？保密，你明天就知道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更加不安，这个时间节点还能有什么好消息？第二天我提前到了学校办公室里，王老师正在整理资料。江北来了，坐。根据你这3年的成绩，学校决定推荐你参加清华的提前批面试。清华我确实憧憬过，但没想到机会来得这么突然。不过有个前提，高考必须达到680分以上。680分对我来说不是不可能，但必须每科都发挥到极致。谢谢王老师，我会努力的。走出办公室，我在走廊里遇到了柳明远，他靠在墙边，似乎等了很久。清华提前批，恭喜啊，学霸！你怎么知道？整个年级就推荐了3个人，不是什么秘密。柳明远拍拍我的肩膀。不过压力应该很大吧？万一考砸了？不会的，我打断他。柳明远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。江北，咱们这么多年兄弟，你要是有什么困难，一定要跟我说。我点点头，心里却在想，到底是谁想要害我？下午的模拟考试，我故意坐得离柳明远远远一点，他似乎注意到了，频频回头看我。考试进行到一半，柳明远突然举手：“老师，我肚子疼。”监考老师皱眉：“坚持一下，还有40分钟就结束了。”真的疼，可能是中午吃坏东西了。柳明远捂着肚子，表情痛苦。那快去快回。柳明远起身时，故意撞了一下我的桌子，一张纸条掉在地上，可我却没有去捡，只是冷眼看着。柳明远愣了一下后，弯腰捡起纸条，快步离开教室。10分钟后，他回来，脸色有些难看。考试结束后，柳明远追上我：“刚才的纸条。”“什么纸条？”我装傻：“没什么。”他勉强笑笑：“对了，晚上孙婷他们约我们去 KTV， 最后一次聚会了。”孙婷是我们班的文艺委员，也是我暗恋了2年的女生。平时这种邀请我不会拒绝，但现在我就不去了，你们玩吧。柳明远脸色变了。江北，你最近真的很奇怪，以前你不是最积极的吗？高考重要，高考是重要，但也不能把自己逼得太紧吧。柳明远语气里带着一丝焦躁。而且孙婷特意叮嘱我，一定要叫上你。我心动了一下，但还是摇头，真的不去了。柳明远深深看了我一眼后转身离开。晚上我一个人在教室复习，手机震了一下，是孙婷发来的消息。你真的不来吗？有些话过了今天可能就没机会说了。我盯着屏幕发呆，正犹豫要不要回复，教室的灯突然灭了。谁？我站起身，发现黑暗中一个熟悉的身影慢慢走近，是未来的我。你做得很好，避开了柳明远的试探，但危机还没解除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柳明远要害我？不是他想害你，是有人利用了他。柳明远的父亲欠了高利贷，对方提出一个条件，只要柳明远能让你高考失利，就免除所有债务。什么？我震惊了。柳明远家境不好，我知道，但没想到会到这种地步。那个债主的儿子也参加今年高考，成绩仅次于你，只要你出局，他儿子就是状元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柳明远最近总是找各种理由接近我，我该怎么办？坚持住，
不要给他任何机会。未来的我看了看手表，时间不多了，我再告诉你几件事。高考那天，除了柳明远，还要小心一个人。谁？张明，你们考场的监考老师，他收了钱，会故意制造机会让柳明远得手。还有李宗考试时，柳明远不是装晕，是真的会晕倒。他们在他的早餐里下了药，这么狠？利益面前，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我当年就是心软，看他晕倒着急才中了圈套。最后一件事，他的身影开始变淡。孙婷今晚约你，是真的有话要说，错过这次，你会后悔一辈子。什么话？他要出国了，今晚是表白的机会。我的心猛地一跳，孙婷要表白，对我？去吧，有些事比高考更重要。我用了17年才明白这个道理。未来的我露出一个释然的笑容。说完，他彻底消失了。教室的灯重新亮起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看了看时间，晚上8点半 ，KTV 的聚会应该刚开始，犹豫再三。我收拾东西离开学校，青春只有一次，有些遗憾不能重来。我刚走出校门，身后就传来熟悉的声音。回头发现孙婷站在路灯下，她穿着白色连衣裙像个天使。你不是去 KTV 了吗？我在等你，我知道你会来的。为什么这么肯定？因为我明天就要去美国了，爸爸在那边找到了工作，全家都要搬过去。我听后心脏像被重锤敲了一下，为什么不早说？我怕影响你高考，但是今天下午看你拒绝柳明远，我突然觉得，如果连最后见面的机会都没有，我会恨自己一辈子。孙婷，你先听我说完。每次看你在球场上打球，看你认真做题的样子，我都觉得特别帅。此刻我愣在原地，没想到自己暗恋了2年的女生，居然也在暗恋我。我知道现在说这些不合适，但我真的不想留遗憾。哪怕你拒绝我，至少我说出来了，到时候会舍不得走。好好考试，考上清华，将来什么？他没说完。将来我去美国找你，我替他说完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好，我等你，江北，高考加油。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，我握紧拳头，不仅是为了自己，也为了他。我必须考。桌上留了宵夜，我坐在书桌前，心情却久久无法平静。今晚发生的事太多，需要好好理理。柳明远被人利用，要在高考时陷害我。监考老师张明也被收买了。孙婷明天就要出国，而我必须考到680分以上才能上清华，压力如山，但我从未如此清醒。这时手机震动，是柳明远发来的消息。兄弟，你去哪儿了？ KTV 都散场了。我没有回复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不再是兄弟。随后又一条消息发来，明天想跟你谈谈，有些事必须说清楚。看来他也察觉到了什么。我关掉手机开始复习，既然知道了对方的计划，我就要做好万全准备。第二天我特意晚到学校，避开了柳明远的谈话。上课时我能感觉到他频频投来的目光，焦虑、愧疚挣扎，各种情绪在他脸上交织。中午吃饭，他终于堵到了我。江北，我们找个地方聊聊。没什么好聊的，我绕开他。是关于高考的事，我可能会做一些对不起你的事。我停下脚步问什么事，他咬咬牙。我爸欠了钱，对方说只要让你高考失利，就免除债务。终于说实话了，所以你准备怎么做？我冷冷看着他。不知道，江北，我真的不想害你，可是我爸……你爸欠了多少？30万。30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，确实是天文数字。柳明远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真的因为作弊被取消资格，我这辈子就毁了？我知道，可是……没有可是，我打断他。我把你当兄弟，你却要毁我前程。江北，我头也不回的离开，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。下午班主任找到我。江北，听说你最近压力很大。还好，临近高考要调整好心态。有什么困难可以跟老师说。我想了想问道，王老师高考的监考老师都定了吗？基本定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随便问问。放心，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师，不会出问题的。经验丰富？哼！我在心里冷笑。晚自习时，我无意中听到几个同学在讨论。听说张明老师这次要监考12考场，就是李宗那场吧？对，我还挺想他监考的，平时上课挺好的。12考场正是我所在的考场。看来未来的我说的都是真的。高考倒计时3天，这几天我都在避着柳明远，他也识趣的没有再来找我。但我知道，暴风雨前的宁静不会持续太久。放学时，一个意外的人叫住了我。江北，是张明，张老师。我不动声色。最后几天了，有什么物理问题可以问我。谢谢老师，我物理还行。那就好，高考加油，老师看好你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握紧了拳头，装什么好人。晚上回家，我把这几天的事都在脑海里过了一遍。敌人的计划很明确，李宗考试时，柳明远会晕倒，张明会制造机会让柳明远接近我，然后栽赃我作弊。计划很完美，但他们不知道我已经提前知道了一切。小北，还在复习啊？再看一会儿。别太晚，保证睡眠很重要。
妈妈不求你考多好，只要尽力就行。妈，如果高考出了意外怎么办？什么意外？比如被诬陷作弊。傻孩子，想什么呢？你是什么人？妈妈最清楚，就算全世界都不相信你，妈妈也相信。早点睡，妈妈相信你一定能考好。房门关上后，我打开手机，有一条陌生号码的未读消息。江北同学，听说你成绩很好，有没有兴趣做家教？价格好商量。我冷笑，这种时候找我做家教，当我傻吗？我直接拉黑了这个号码。第二天学校组织最后一次模拟考试，我特意观察了一下座位安排，果然我和柳明远被安排在了前后桌。巧合吗？我不信。考试开始前，柳明远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有太多复杂的情绪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试卷，昔日的兄弟，如今的敌人，人生真是讽刺。考试进行到一半，柳明远突然举手：“老师，我想换支笔。”监考老师点点头。柳明远站起来时，不小心碰到了我的桌子，一支笔滚到我脚边，我看都没看，用脚把笔踢得更远。柳明远的脸色变了变，弯腰捡起笔，快速回到座位。考试结束后，他拦住我：“江北，我真的……滚！”一个字彻底断了他的念想。高考前一天，学校放假，让大家回家调整状态，我却选择去了一个地方——机场，不是去送孙婷。他昨天就走了，我只是想来这里静一静。看着起起落落的飞机，我想到了很多。如果没有未来的我提醒，现在会怎样？可能我会傻傻的帮柳明远，然后被取消资格；可能我会错过孙婷的表白，留下一生的遗憾；可能我的人生会走向完全不同的轨迹。这时，旁边一个大叔搭话：“小伙子，一个人？看着像学生。明天高考？对。紧张吗？有一点。我女儿去年高考前一天紧张的睡不着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考砸了。恰恰相反，超常发挥，上了985。有时候适度的紧张反而是好事儿。加油，小伙子！”大叔拍拍我的肩膀离开了。我在机场待到傍晚才回家，爸妈准备了丰盛的晚餐。明天爸爸送你去考场。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。那怎么行？这么重要的日子。我知道拗不过他们，只好同意。晚上9点，我早早躺下，但怎么也睡不着。明天就是决战的日子，我必须打起12分精神，不能给敌人任何机会。这时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孙婷从美国发来的消息：“江北，明天高考加油，我在大洋彼岸为你祈祷。”还附了一张照片，是他在新学校门口的自拍，笑容依然那么甜美。等我，我回了2个字：“我等你。”放下手机，我闭上眼睛，为了自己，为了父母，为了孙婷，明天我要打一场漂亮的胜仗。半夜，我被一阵异动惊醒，房间里多了一个人，是未来的我，但这次他看起来不一样了，西装笔挺，意气风发，完全没有之前的颓废。看来你改变了很多。你也变了。因为过去改变了，未来自然会改变。但是明天的考试，你还是要万分小心。我知道。不，你不知道，他们还有后手。什么后手？我瞬间清醒。柳明远晕倒只是第一步，真正的杀招在后面。张明会趁乱在你的桌子里塞一个手机。手机？对，里面存着李宗答案。等柳明远晕倒，现场混乱时，会有其他监考老师发现这个手机。好狠的计策！就算我不帮柳明远，他们也能栽赃我作弊，那我该怎么办？很简单，进考场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桌子的每一个角落，发现异常立即报告。我点点头。还有吗？还有一件事，这是那个幕后老板的犯罪证据，高考结束后交给警方。我接过信封，里面是一叠照片和文件。你怎么拿到的？17年的时间足够我查清很多事。记住，沉着冷静，不要自乱阵脚。我明白。还有，李宗最后一道大题选 C， 相信我。说完，他的身影渐渐消失。我看着手里的信封，深吸一口气。明天就是了结一切的时候。清晨6点，我准时起床，妈妈已经准备好早餐。多吃点，考试需要体力。我认真吃完每一口饭，今天的早餐格外重要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7点半，爸爸开车送我去考场，路上他不停地叮嘱：“准考证带了吗？”带了。笔多带几支，别紧张，正常发挥就好。到了考场外，已经聚集了很多考生和家长。我在人群中看到了柳明远，他站在远处，不安地踱步。看到我后，他似乎想过来说什么，但最终还是没有动。8点整，考场开放，我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。12考场15号座位，我去位置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桌子，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。同学，你在干什么？监考老师走过来，我抬头发现正是张明，检查一下桌子，看有没有异物。哦，细心是好事。我继续检查，终于在桌子内侧的夹缝里，我摸到了一个硬物，是一部手机。老师，我立即举手。我的桌子里有一部手机，整个考场瞬间安静。张明的脸色变了。什么？另一位监考老师快步走来，我小心地把手机取出来，就在桌子夹缝里，不是我的。那位女老师接过手机，脸色严肃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刚才检查桌子时发现的。此时张明在一旁，额头已经冒出冷汗。可能是上一场考试的考生
遗落的。他试图解释，女老师打开手机，脸色大变。这里面有试题答案，考场里一片哗然。苏静，这件事很严重，我要立即上报。他拿出对讲机，开始联系考务组。我站在一旁，表面平静，心里却在冷笑。张明，你没想到我会提前发现吧？很快，考务组的人来了，为首的是教育局的领导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女老师把情况说了一遍。领导脸色铁青，立即调取监控，看看这个手机是谁放的。这个监控好像坏了。坏了？领导瞪着张明，这么巧？真的坏了，昨天就……够了！领导打断他，先把这个考场的考试暂停，所有考生转移到备用考场。就这样，我们被带到了另一个考场。新的监考老师，新的座位。柳明远被安排在离我很远的地方。我看了他一眼，他低着头，不敢看我。9点整，考试正式开始。语文作文题目是选择，多么应景！我提笔写道：人生就是一次次选择的叠加，有些选择看似微小，却能改变一生的轨迹。2个半小时很快过去，交卷时我长出一口气。第一场顺利，中午回家吃饭，爸妈不停地问东问西。上午考得怎么样？还行。听说你们考场出事了。一点小插曲没影响考试，我没有告诉他们真相，不想让他们担心。下午是数学，这次没有任何意外。柳明远全程老老实实，连头都没抬几次。考完后，我在校门口遇到了班主任江北。我听说上午的事了，你没受影响吧？没有，王老师。那就好，好好准备明天的考试。晚上新闻报道了上午的事件，名考生使用无线设备作弊，被监考人员当场发现并制止，警方与教育部门迅速介入。张明完了，柳明远给我发了条消息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回复，道歉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干什么？第2天理综考试，这是最关键的一场。我早早到了考场，这次的监考老师都是从外校调来的，看来教育局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9点，考试开始，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。我有条不紊的答题，时间过去1个小时，柳明远突然站起来：老师，我……话没说完，他就直挺挺的倒下。听见了吗？他的手凉凉的，叫一声。我坐在位置上冷眼旁观，早知道会这样，我为什么要管？医生很快赶到，把柳明远抬了出去。考场恢复平静，但我知道，如果是在原本的考场，如果张明还在，这时候一定会趁乱在我桌上动手脚。可惜他们的计划全部落空了。最后半小时，我开始检查试卷，想起未来的我说的话，我特意看了最后一道大题。确实 C 选项是正确答案，虽然我自己也能算出来，但有人提醒总是好的。就铃声响起，理综考试结束，走出考场，阳光格外刺眼。我知道最艰难的一关已经过去了。下午是英语，晚上还有选考科目，一切都很顺利。高考结束的那一刻，我如释重负，不管结果如何，至少我躲过了所有的陷阱。刚出考场就发现班长跑过来：江北，考得怎么样？还可以。太好了，晚上我们组织聚餐，一起去吧。我想了想，点头同意。是时候恢复正常生活了。聚餐地点在学校附近的餐厅，同学们都很兴奋，讨论着考题和答案。最后一道物理题，你们选什么 ？B 呀，你呢？我选的 C。不可能吧？我在一旁微笑不语，等成绩出来，他们就知道了。对了，听说柳明远进医院了。有人说道。怎么回事？好像是食物中毒，在考场上晕倒了，太惨了吧。理综都没考完，高考后的第3天，我去了警察局，把那个信封交给了警察。这是什么？一些犯罪证据，涉及高利贷和买通国家工作人员。警察打开信封，脸色越来越严肃。你是怎么得到这些的？有人匿名寄给我的，我撒了个谎。好，我们会调查的，谢谢你的配合。离开警察局，我感觉浑身轻松，该做的都做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法律吧。1个星期后，新闻爆出了一个大案，某高利贷团伙被一网打尽，涉案金额上千万，其中就包括那个想让儿子当状元的老板。柳明远家的债务问题也得到了解决，但我们的友谊再也回不去了。7月初，高考成绩公布，我考了695分，全市第一，全省前10。清华的录取通知书很快就到了，爸妈高兴得合不拢嘴。儿子，你太棒了，这下可以放心了。我笑着接受他们的祝贺，但心里想的是另一个人。当天晚上，我给孙婷发了消息，我考上清华了，几乎是秒回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等我4年后来找你。我等你。看着聊天记录，我笑了。有些人值得等待，有些梦值得追逐。8月底，我收拾行李准备去北京。临行前收到一条消息，是柳明远发的。江北，恭喜你考上清华，我复读了，明年再战。虽然你可能永远不会原谅我，但我还是想说对不起，也谢谢你。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，最后回了4个字：祝你好运，然后删除了他的联系方式。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走一段路。火车缓缓驶出站台，我靠在窗边看着渐渐远去的城市。18岁的天空无限广阔，而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
大学生活比想象中充实，清华的学习压力不小，但我乐在其中。每天除了上课、自习，就是跟孙婷视频聊天，时差是个问题，但我们都在努力克服。屏幕里的她笑容依旧。今天怎么样？还不错，你呢？想你。简单的2个字让我心头一暖。大2的时候，我申请了交换生项目，目的地正是孙婷所在的大学。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她时，电话那头传来了哭声。真的吗？你要来了？真的，明年9月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那一刻，我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值得。时间飞逝，转眼就到了大3。我如约来到美国，见到了2年未见的他。机场出口，他穿着白色连衣裙，就像高3那个晚上一样。江北，他飞奔过来，扑进我怀里。我来了，我紧紧抱住他。这不是梦吧？不是梦，在美国的1年，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。我们一起上课，一起自习，一起探索这个陌生的国度。周末的时候，我们会开车去郊外，在夕阳下的山顶，我向她求婚了，嫁给我吧，孙婷。她哭着点头，我愿意。大4回国后，我开始准备工作。凭借优异的成绩和海外交流经历，我拿到了几家顶级公司的 offer， 最终选择了一家人工智能公司。不是因为薪水最高，而是因为他们承诺可以派我去美国分公司。毕业典礼那天，爸妈都来了。儿子，你是我们的骄傲。妈妈眼含热泪，谢谢你们。我抱住他们，没有他们的支持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工作第2年，我和孙婷在2国举办了婚礼。婚礼上，我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，高中同学、大学朋友、同事，但唯独没有柳明远。听说他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，在老家发展。我们的人生轨迹彻底分离了。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幸福。我负责技术研发，孙婷在一家画廊工作。虽然2地分居，但我们每个月都会见面。30岁那年，公司上市了。作为早期员工，我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股权收益。我们可以在一个城市生活了。我对孙婷说：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可以申请调回国内，或者我们都留在美国。最终，我们选择了回国，在上海买了房子，开始了真正的同居生活。第2年，女儿出生了，取名江思远，希望她能志存高远。看着襁褓中的小生命，我想起了多年前的那个夜晚。如果没有未来的我提醒，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？也许我会成为一个失败者，在悔恨中度过一生。也许我和孙婷会成为永远的遗憾。在想什么？孙婷靠在我肩上，在想我们多幸运。是啊，真的很幸运。35岁，我创立了自己的公司，专注于教育科技领域。我始终记得高考对一个人的影响，希望通过技术让更多孩子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。公司发展很快，3年后成功融资。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投资人中有一个熟悉的名字，柳明远。原来他这些年在投资界混得不错。好久不见，签约仪式上我们简单寒暄。是啊，好久不见，没有叙旧，没有道歉，就像2个普通的商业伙伴，这样就好。女儿渐渐长大，聪明伶俐，每次看到她，我都会想起那个改变我人生的夜晚。如果有一天她也遇到人生的抉择，我会告诉她，选择你认为对的路，然后坚定地走下去，不要被任何人左右，因为人生只有一次，容不得重来。40岁生日那天，我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，一封信，没有署名，打开一看，是柳明远写的。江北，22年了，我终于鼓起勇气给你写这封信，不是为了求得原谅，只是想说些心里话。高考那年，我差点毁了你，也毁了自己。这些年我一直在想，如果当初我选择了友情而不是利益，会怎样？也许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，也许我也能考上更好的大学，也许人生会完全不同。但没有也许，我选择了错误的路，就要承担后果。这些年我努力工作，不是为了赎罪，而是想证明自己还有价值。投资你的公司，不是为了利益，而是想为教育事业尽一份力。如果当年有更好的教育资源，也许我父亲不会走投无路，也许我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。江北，谢谢你当年没有毁掉我，也谢谢你这些年的激励。每次看到你的成就，我都告诉自己要更努力，不是为了超越你，而是为了不辜负第2次机会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永远幸福。一个老朋友。看完信，我沉默了很久。孙婷走过来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一个老朋友的来信。要回复吗？我想了想，拿起手机给柳明远发了一条消息：谢谢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祝你也幸福。几分钟后收到回复，谢谢，就2个字。但我知道一切都释然了。晚上一家3口去餐厅庆祝，女儿举着果汁，祝爸爸生日快乐。爸爸，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？我愣了一下，考上好大学吧。那你实现了吗？实现了。那我的梦想是考上清华，像爸爸一样。看着女儿认真的小脸，我笑了。好，爸爸相信你一定可以。拉钩时光飞逝，转眼女儿也到了高3，她继承了我和孙婷的优点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
但高考前1个月，他突然找到我。爸爸，我好紧张。怎么了？万一考不好怎么办？万一达不到你的期望怎么办？我拉着他坐下。思远，你知道爸爸当年高考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？什么？我第一次把那段往事告诉了他，当然隐去了穿越的部分。所以你看，高考很重要，但不是全部。我摸摸他的头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你都是爸爸妈妈的骄傲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而且我神秘地笑了。爸爸要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成功的关键不是没有恐惧，而是即使恐惧也要勇敢前行。女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高考那天，我和孙婷一起送她，看着她走进考场的背影，孙婷握住我的手。别担心，她可是我们的女儿。我不担心，我笑，我只是在想，时间过得真快。是啊，一晃都20多年了。你后悔吗？后悔什么？跟我在一起。孙婷白了我一眼。都老夫老妻了，还说这种话？认真的。这辈子最不后悔的就是那个晚上的表白。我握紧她的手。是啊，人生中最重要的往往不是那些宏大的目标，而是身边的人共度的时光。3天后，高考结束，女儿蹦蹦跳跳的出来。爸爸妈妈，我感觉考得不错，我们去吃大餐庆祝吧。好，你想吃什么都行。1个月后，成绩公布，688分，全市前20。虽然没有达到我当年的高度，但已经足够优秀。爸爸，对不起，我没能超越你。傻孩子，你已经超越爸爸了。我抱住他，因为你是凭自己的努力，没有任何人帮你开挂。女儿笑了。爸爸，你这话说的怪怪的。我也笑了。是啊，如果没有那个未来的我，如果没有那些提醒，我能走到今天吗？也许能，也许不能，但那都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我把握住了机会，走出了自己的路。而现在，轮到下一代去书写他们的故事了。50岁这年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卖掉公司股份，成立了一个教育基金会，专门资助贫困地区的优秀学生。为什么突然想做这个？董事会上有人问，因为我知道一个机会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。基金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在老家建立了一所图书馆。开馆那天，我特意邀请了柳明远，他来了，带着妻子和儿子。谢谢你的邀请。他有些拘谨，应该的，毕竟我们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。剪彩仪式上，我说了一段话。30多年前，我差点在人生最重要的考试中失足，不是因为我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有人想要捷径。今天建这个图书馆，就是希望孩子们明白，知识改变命运，但必须是自己的知识。任何投机取巧，最终害的都是自己。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。我看到柳明远的眼眶红了。仪式结束后，我们在图书馆里漫步。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？还不错，你呢？挺好的。江北，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？当年高考，你是怎么知道那些事的？直觉吧。直觉？对，就是直觉告诉我要小心。柳明远若有所思的点点头。临别时，他突然说：江北，如果有来生，我还想做你的朋友。不用等来生，我伸出手，现在就可以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用力握住我的手。这一握跨越了30多年的恩怨。晚上，我一个人在图书馆待到很晚，看着书架上的书籍，想起了很多往事。忽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面前，是35岁的我，不对，现在应该说是18岁的我。好久不见，他笑着说：是啊，好久不见，看来你过得不错。托你的福，不是你自己的选择。他坐在我对面，我只是给了你一个提醒，一个改变一生的提醒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一个选择，一个转折，一切都会不同。我点点头。所以你又来了，是要提醒我什么吗？不，这次我来是道别的。道别？对，你已经不需要我了。他站起身，你的人生很精彩，你的选择都很正确，谢谢。该说谢谢的是我。他的身影开始变淡，因为你的成功，18岁的我才能没有遗憾。等等，我喊道，如果可以重来，你会选择不告诉我吗？他回头笑了，不会，因为看到你幸福就是我最大的幸福。话音刚落，他彻底消失了。图书馆重新恢复寂静，我坐在那里很久很久。原来最大的幸运不是预知未来，而是有勇气改变现在。这时手机响了，是孙婷。还不回家吗？等你吃宵夜呢。马上回来。走出图书馆，满天繁星。50岁的我依然对未来充满期待，因为我知道最好的时光永远是现在。